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。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。TikTok 宣布推出全新 AI 广告制作工具，包括将文字转为视频，以及将图片转为动画。TikTok 的 Symphony Showcase Products 将使用 AI 角色在视频片段中推广产品。TikTok 还与 Adobe 和 WPP 合作，将 Symphony 功能引入其平台。这些更新为企业提供了更多方式为 TikTok 创建引人入胜的内容。TikTok 这 AI 广告工具到底能干嘛？看完你马上知道咋用它搞钱了。1. 文字或图片秒变爆款视频，比如你输入卧室里手臂涂不同粉色口红，它直接生成那种软光近景、颜色超鲜艳的 TikTok 风短片，跟抖音的 AI 创作差不多。但更懂 TikTok 的调性， Meta 家的同类工具还在测试呢。要是上传一张汽车穿越沙漠的图，它能自动加沙尘特效，做成5秒循环视频。Adobe Express 现在都集成这功能了，亲测好用，对品牌来说简直是救了没素材的命。尤其是美妆和电商， TikTok 官方发布会说做视频成本能降 70%。 2. 虚拟人帮你带货，但有点假。它有3种模板，拿产品、试衣服、演示 APP 上传产品图和文案，5秒就能生成视频。比如虚拟人举着咖啡杯说冷萃新口味，不过现在虚拟人说话时嘴型对得有点生硬。2024年在泰国测试过，虽然点击量比真人低 15%， 但成本只有真人的1/10。3. 和大佬们联手搞事情，现在跟 Adobe Express 打通了，设计师在 AE 里直接生成适合 TikTok 的9:16视频，不用再把横屏硬拉成竖屏了。Adobe 官网6月16号刚官宣， WP 高管说还接入了 WPP 的系统， 4A 公司能批量生成多语言版本，比如 AI 配音自动适配印尼方言，本地化效率拉满。中小品牌可以先拿现有的电商图用图像转视频功能处理，投流时标注 AI 测试，降低用户预期，测3天 ROI。 大品牌则试试虚拟人加真人混剪，比如虚拟人先出场，真人再反转出镜。当年完美日记也曾这么玩过，点击量涨了 22%。 设计师赶紧更新 Adobe Express， 用 TikTok 安全区域模板，不然 AI 生成的文字容易被裁掉，就这么简单。现在动手试试，下个月投流成本说不定能降1半。健康科技机构 Synapse 已与 OpenAI、Databricks 和 Google Cloud 签署协议，旨在提升医疗保健领域的 AI 技能和解决方案。其目标是增强预测性和个性化护理，并改善健康结果。Synapse 将与 OpenAI 合作开发 AI 技能，并将其技术应用于医疗保健领域，同时将交互从 OpenAI 的模型训练中剔除。Databricks 将通过 Helix 数据和 AI 学院帮助培训医疗保健专业人员。Google Cloud 将增强 Synapse 的 AI 平台 Helix 和 Tandem， 并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提供 Google Cloud AI 技术培训。捋一捋新加坡医疗 AI 这波操作，3大巨头咋联手搞事的？怎么分工的？1. OpenAI 搞了个医疗版 GPT， 但很谨慎，他们弄了个能帮着预约挂号、回答简单问题的 AI 助手，但特别强调用户数据不拿去训练模型，就像去医院看病，咱说的话不会被拿去给 AI 当教材，这点在医疗隐私上挺靠谱的。 OpenAI 的人还说新加坡医疗系统复杂，正好当全球技术测试场，
言外之意是想把新加坡模式复制到东南亚。2. Databricks 拉着医护人员搞技术加人才，他们要培训50到100个医护人员，重点搞预测性护理，比如提前发现慢性病苗头，还打算用 Databricks 的数据整合技术把医院电子病历和 AI 模型打通。要知道，新加坡 80% 的基层医疗数据以前都是孤岛，各管各的。3. Google Cloud 直接压住流程自动化，上来就培训300人，还要搞生成式 AI 工作坊，目标是让病历摘要、医嘱检查这些活自动化。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提的 AI 代理，以后可能能主动盯着你的健康数据，比如该吃药了提醒你，指标不对劲了报警。新加坡这步棋下的啥套路呢？跟美国纯靠商业推，比如 MagicPT， 中国靠政策带，比如卫健委试点，都不一样。新加坡走的是政府牵头加拉技术大佬加死磕伦理的路子。政策刚需，他们搞了个 Healthier SG 计划，要把 70% 的慢性病管理扔到社区去，家庭医生日均看60多个病人，早就超负荷 30% 了。 AI 成了救命稻草，技术上不追虚的，不跟人比大模型参数多少，就盯着闭环场景死磕，从合规实验室到数据模型应用一体化，搭的是能复制的基建。地缘算盘拉来3大云厂商， OpenAI 靠微软云， Databricks 用 AWS Google Cloud 首次深度介入，本质是想给东南亚定技术标准，就像当年 Grab 整合东南亚支付一样。我觉得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。说真的，这次合作最戳我的不是技术多牛，而是他们有克制的野心。比如跟 OpenAI 合作，特意卡死数据不回传训练，这在国内很多项目里根本不敢想，毕竟没数据 AI 就像没米下锅。新加坡人很明白，医疗 AI 不是炫技，是让护士少打50通预约电话，让医生看片子快10分钟。另外培训人数也挺讲究的， Databricks 就搞50到100个骨干， Google Cloud 直接搞300人。基础工具数据分析铺开，高阶技术生成式 AI 先抓核心团队，比国内有些地方搞全员 AI 考核务实多了，但隐患也有。医疗 AI 合规成本太高了，光认证体系就一堆，政府愿意花钱试错，可中小企业跟不跟得上？公立医院能烧钱做试点，社区诊所装套 AI 系统可能得算10年回本账，这账不好算。再补点冷知识， Synapse 以前叫 IHES， 本来就是搞新加坡全国电子病历的，现在从搭 IT 架子转向 AI 赋能了。 Google Cloud 偷偷在搞多模态医疗影像分析，比如 X 光片和病理报告一起看，2026年要试点。跟国内腾讯密影搞癌症早筛，百度01搞病例结构化比， Synapse 更像全流程效率工具。毕竟新加坡医疗资源太紧张了，必须啥都省着用。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，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